OK， 之前一期呢，我在店里面喷完了后 bumper 过后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喷这个 bumper。虽然有一个打在上面，然后呢，我那几天就跟发疯似的一样，待在店里面把那个东西修好了。But whatever， 就是对，今天星期天，我终于在家休息了。但是我们具体车体上面有些东西没有收拾干净，所以这一期呢，我来告诉你们，焊完过后，涂完一个 epoxy 过后，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接下来的工作。この番組はハイスピードマシン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首先做的是底盘，尤其是包括这后面这个 rocker 的地方，这些连接处这些地方呢不用上漆，但是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防水和防锈。那么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180到220的一个砂纸，一个叫做 Sim Sealer， 这个是一个 Body Pro 的，然后这个是 OEM 认证的一个东西，一个胶枪 Rocker Guard， 这个是我们最后要用到的东西。之前呢，我们不是把这边我们都焊完过了嘛？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用220的砂纸，把它稍微打磨成像这样一种 feather edge 就可以了，就是带这种羽化的这种效果。我们焊接的地方，我们全部把它打成这样子的表面，我们再来上 Sim Sealer。我现在先把其他地方都打磨一下，轻轻的打磨就好，不要打磨过。一些结构性的地方，你看焊点的地方，我能看到地方。我尽量的把它打磨一下，它这些地方，主要是让它有一个附着力就行了。现在布把它简单的清理一下，要用这种无纤维布，然后我们就把 Sim Sealer 呢给它整上去。因为这个地方刮板刮不到，我们记得戴上手套，用我们的手把它都按进去就好了。刚好多出来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直接往上继续糊。Pardon me? Is it ready to race? No, it's not. I'm doing the Sim Sealer. I've been exercising, but I have to have a race. You and your car, me and my bike. Not yet. All right. See you around. 虽然弄成这个样子就好了，记得把每一块有那些拼 holes 的地方尽量的全部都抹过去，然后你带一点力按一压把它按摩平进去，这样的话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防水效果。我们先等它干一遍，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。像这种区域呢，你看这里还得有一些小的拼 holes， 但是我们可以用 Sim Sealer 填进去后把它这边全部都堵上。但是像这种地方，我们就不要用 Sim Sealer 了。我们像这种地方呢，我们到时候会要用到 fiberglass filler， 包括这上面这一块地方也是一样，就我们上面的这一块区域。OK， 我准备要钻到下面去了。这边呢，只需要简单的稍微的磨一磨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再简单的把它清理一下。所以我们现在做成用320的砂纸，把我们焊过的地方稍微打毛糙一点，这样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抓力了。这个地方耐心一点，把它全部都打毛糙一点。OK。门拆来了啊，主要是这边有个 hinge 这里锈了，然后呢，另外呢，我们要把这边一条全部都再做上那个 fiberglass reinforcement 的 body filler， 所以呢，门得拆掉，然后把这边的 hinge 修理一下，顺便呢把这个门像这个地方给它修理一下。
然后我们把这表面清理过后，然后就用一层早环剂 ，OK， 将所有的门拆下来过后包起来了，然后将这些锈点呢全部都 epoxy 上了。等它干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的fiberglass reinforcement 把它做上，然后再把它刮灰，这边就可以做油漆了。还是一样，我们不用洗它，等它干完过后，然后一掰它就碎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整一块全部都已经清理下来，是不是很棒？OK， 我们将整一个这边呢，又重新做了一遍 primer。OK， 我们呢需要24个小时后干。与此同时呢，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前面的一个这个小包角给它打磨了。我们打磨的时候呢，就要用到一个400的砂纸，将它整个表面的一些原厂出来的一些保护的一些东西啊，全部都打掉才行。然后呢，我们才能上这个 primer。OK， 因为这个后面呢，它没有那个钩子可以勾住，也没有一个洞，我也不想去打洞，所以呢，我找了以前用不到的2个这样子的乔马的一个那个 mount， 就直接把它铺上去，然后再喷那个 primer 就可以了。当然你弄之前呢，还是得要用这个东西。Grease and Wax Remover 老朋友啦，然后给它把表面都处理一遍，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 primer1K 的这种，看 fiberglass 上面说这是5合1的，摇2分钟，我们再进行拍。上面有点低，没关系，这个是可以 sand 的，我们到时候把它再打磨一下。我们能看到啊，这个地方确实是推多了一点，所以我在这里重新做了一点 fiberglass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将它打平过后，再做一层 body filler， 这样的话将它这里补起来。顺便呢，我们可以将整一个这个东西，首先呢先抛一遍，因为反正到时候也要做底漆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于是我在后面钻了2个孔，把它挂了起来。现在呢，我把它表面的一些流的地方把它磨掉过后，要稍微的再补一补这个 primer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喷正漆了。而这是后面那个2个小 fender flare， 但它是 fiberglass 的，我现在在磨。然而呢，等到差不多稍微干了过后，我们就要开始用这个600的砂纸，把它表面打磨光滑才行。这样的话，才能让漆上上去更加漂亮一点。OK， 我们终于呢把这侧面的整个油漆基本上都做完了。然后 Clear Coat 现在已经干了大概24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下面的这个 Rocker Guard 把它喷一遍，我们焊过的地方，这样呢就能保证一个它完全的一个防锈的状态。
然后呢，我们再拿出我们的 Eastwood， 一个叫 Frame Coating， 这是一个叫 Cavity Wax。然后我们把它摇匀过后，用这个延长的线从这个里面穿进去，将我们的 rocker 整个里面做一遍 Cavity Wax，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防锈效果。虽然我这个车我冬天不会开，但是因为这台车是属于我人生的第一台车，所以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这里。OK， 这样一来，整个 Cavity Wax 就已经喷完了，但是有一次不小心意外喷到其他地方，就稍微要处理一下。等到过了3天过后，我会把表面这些清理掉。然后呢，我订了一些这样很多小的那种塑料盖子，我们把这些洞比如说这些地方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，像这样。这个盖上了，我再找一个小的，把这个洞也堵上。哎呦，还有这种可调的东西，我觉得它比 Tame 做的好多了，真的。我们呢可以量一下之前的一个